我家的外国老太太认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太不健康，带我们全家养生。她以她的养生方式把我们一家一窝端了。大胖媳妇前一阵不是检查出来高血压吗？温蒂知道之后，开始对我们的生活习惯发出了一些谴责。首先就是早饭，她说中国的早餐太丰盛了，又包子又粥的，这从早晨就这么吃，能不高血压吗？然后劝我们一家所有人要像她一样，早晨就吃点水果就好了。温蒂演示了一下人家的早餐，的确是西瓜，但没想到人家左手是西瓜，右手里还有把枪，每口西瓜人家还喷2两奶油。原美，端着奶油喷枪冲张家铁就去了，孩子也是拼了。This is so yummy. 不要！你别祸害我！你上一边哪刮胡子去？早餐之后，温蒂对午餐和晚餐也颇有微词，说我家吃肉吃太多了。他说：“你看我来中国只吃素，我现在中餐里最爱的都是蔬菜类的。你如果像我吃这么素，你怎么可能高血压呢？”第三碗第三鲜了都，这都还好。温蒂最抨击我们的是，他在冰箱里找到了几瓶饮料，就说我们家喝的太不健康。他说他最近就喜欢喝茶，每次来中国水都不喝，就喝这款茶。温蒂说 milk tea 就是 milk 和 tea 呀，俩都是非常健康的东西。温蒂爱儿子更爱孙子，让张家铁远离高糖饮料，然后给张家铁喝了一大杯奶茶，结果热闹了。张家铁活了快5岁，人生第一次嗨了。晚上10点我说睡觉，上工厂呗，上广场就乐一圈了。跟着来眺望北京，我站在草原望北京。睡觉。我站在草原望北京。睡觉。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多太安宁。11点我去他那屋看。你是大头发，你染头不？我在哪这小头发？11点半我再去那屋，张家铁开始讲评书了。那不知道那天咋的了，他就喝酒了，完胆子大了。武松就喊：“别拦我！”然后别人说：“你可不能去了。”你猜武松说啥？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然后泰哥说：“捣蛋鬼，别捣蛋！”然后一拳给老虎打死了。我群说串的，我说啥呢？12点半，温蒂已经睡熟了。来个跳吧！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多太安宁。奶茶事件之后，我得看着点这个奶奶。温蒂啥都要比划比划，但学习这事儿还是得请 AI 家教、韩雪老师来比划，看着跟超专业真人老师一样，不停提问引导孩子思考。孩子作业写的又快又好，难怪半年就能拿下抖音高端学习机销量 Top 1，有效果，性价比也好，稳住家长的血压。温蒂还说呢，你们就是不懂养生才高血压的，我是懂营养学和健康学的。你看看我的健康生活模式，我肯定不会有这种问题。我当时我就在那想，我怎么不信呢？我说温蒂，你血压多少啊？温蒂说我不知道啊。我把它薅住一测，温蒂血压比大胖媳妇还高。晚上我跟张家铁说，我说你奶可说了，将来老了来北京住，就你奶和你爸的高血压，你就伺候吧。张家铁说，那我跑。你跑哪儿去啊？我跑草原上去，我在草原上望北京，走不？完了，大胖媳妇把我爸整丢了，落加油站了。你咋寻思的？我不知道。我在悉尼出差，昨天回家，然后我爸呀在完成他工作生涯的收官之作，写完了一本书。大胖媳妇呢就说要给我爸来一个大大的庆祝，要去一个北京附近的一个就是风景宜人之地，他带着孩子们去那里，让孩子们听他们的姥爷亲自读出自己亲笔写的关于铁岭党史的呕心杰作。我呢一听，我寻思说不定我爸在这个荒郊野外读诗，大胖媳妇又得有点什么段子。我说可以，挺好。所以我们就定的早上，我从悉尼回来，下了飞机直接去那个地方跟他们会合。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大胖媳妇就带着我爸还有俩孩子出发去梨树沟了。然后路上呢，我爸就睡着了。中间他们就在这个加油站加油，大胖媳妇就带俩孩子上厕所。他们下车之后呢，我爸起来也去了，就没回来。大胖媳妇上完厕所带俩孩子上车，也没发现车里少个老头，油家就开走了。我爸的手机、钱包都搁车上。然后我是比他们早到的，我早就在梨树沟等着这一家人，开启一场关于我爸这个文学生涯的里程碑盛典。车来了，门开了，一顿拥抱，我看到了我的大胖媳妇和孩子们，唯独没有我爸。我爸呢？看着啥玩意看着大胖媳妇辩解呢，她说你爸他上车就睡着了，没声。我从加油站厕所出来，我要开走的时候，我还问俩孩子，我说每个人都在吗？翟奥达和张大铁都说我在，那你爸也没说他不在呀，我们就又开车回去接我爸。到了加油站，老头坐那儿一个点了，4个人让他加过92号满箱。虽然司机不咋地，但是最近我们在试用的这个车不错，这是新款格瑞维亚 MPV， 开着4驱走弯路，大胖媳妇都很酷。一汽丰田大厂品质，无需充电，没有焦虑，说走就走，空间大又舒服，安全感满满，太适合我们这人多的大家庭出游了。见着我爸哈，我都很少见着这个知识分子这么生气。我就在这等着呢，你们哪找不着，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没问题。没事。
你使远点，你这个丢胚，这个丢胚。结果我没想到张大铁学英文学不会，学东北英文学的老快了。你别老是这么擦，你咔咔咔咔，真不经抄的，红了都。你洗就赔，你洗就赔吧。你这个猪胚，你这个猪胚。你们知道让中国老人和外国老人一起带孩子是什么结局吗？结局就是中国老人除了带孩子，还得带外国老人。我和大胖媳妇一起出差了，就留我爸和我婆婆在家一起带孩子。这一早上孩子连玩带闹，太累人了。我爸就想出了一个能短暂解救自己和温迪的方式，让孩子去躲猫猫。反正我爸也没准备跟孩子们真玩，就寻思让孩子消停一会儿。我爸的计划是宣布现在开始躲猫猫，然后孩子们一跑，我爸呢就可以给温迪沏一杯茶，俩人休息一会儿。我爸没想到，他一宣布，孩子们，咱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叫躲猫猫。温迪。I love that game。噌家窜出去了，狗都追不上。人家张大铁已经找好的地方，我婆婆觉得好，跟张大铁抢。张大铁说不行，这是我选的地方。温迪告诉他，孙子，咱俩换。我本来选的地方吧是狗窝，但是亲爱的上帝，谁能想到那还有只狗？拿铁，这样我给你2块糖，咱俩换。Sweetie,温迪就藏起来了。朋友们，一个加拿大60岁的老太太，顶着190的血压和33度的高温，足足17分钟纹丝不动啊！不为别的，只为了成为躲猫猫的猫王。15分钟之后，孩子憋不住了，在窗帘后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我爸一看也歇了足足15分钟了，就说游戏结束了，你俩赢了，天也晚了，也不热了，咱出去遛狗吧。仨人上电梯都到1楼了，我爸突然想起来少个人。少个人啊？温迪呢？不用说，不用说。不用说。这把忘记了，没找他呢，赶紧给找回来啊！你赶紧找哪个去？他不得搁哪眯着呢？你闷死了一会儿，闷死了一会儿。哎呀，这不是大活人呢！你说说吧，温迪有多不好带？温迪还给我打电话投诉我爸，说我爸老不带他玩，让我爸教他练剑，说想了解一下中国老年人闲云野鹤的生活。我爸没办法，只能带上他一起晨练。加饭，加。慢点，慢点。来，温迪，咱们还是学最简单的吧。哦哦，使劲。哦哦哦哦，出汗了。哦哦，乖乖，咱俩回家吧。这过动症有点，好多年。哎又来了，哎又来了，给我爸忙得坏了。温迪这边跟我爸学练剑，人家温迪根本不看孩子们，温迪经常让孩子在外边随便玩，踩泥巴、钻沙堆，这都还好。真正让我爸崩溃的是，踩完泥巴、钻完沙堆之后，回家直接穿鞋上床，随便踩。那你说谁对干净都有自己的理解？咱不站队了，我只知道论干净还得蓝月亮。我还特意去人家的洗涤科技馆学习知识，还实操了，搭配玉图神器，让游班无所畏惧，轻松搞定日常衣物、床品物资，连难闻的汗味都能有效去除，好神奇！哎，我发现很多老外都这样，穿鞋可以直接踩在床上。我问温迪为什么，温迪说被是有2面的，外面咋埋汰没事儿，你钻被窝里干净的就行。而且如果你的顾虑是怕鞋脏，那没事儿。今天我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压根就没穿鞋。等我出差回来，发现我爸和温迪都不在家。一问，我爸领温迪看中医去了。我爸觉得温迪肯定是火大或者什么毛病，造成了他的躁郁和癫狂。然后人家医生问温迪啥，睡眠呢、饮食啊、心情啊，温迪都说特别好。医生就问我爸，那他到底是哪儿不舒服？我爸说他让我不舒服，让我不舒服。